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对，今天是星期二，然后因为我一旦礼拜三要溜出门呢，我就会在周二的时候把评论读掉。稍后，我现在先去发个推。慢呢。OK，然后再给 Discord 里头发一条。OK，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眼镜，晚上好啊，晚上好。上次那个西班牙怎么着来着？我戴上眼镜才能看到你在说什么。上次呢，西班牙老哥闲着眼睛听说话啊，闭着眼睛听说话，还以为是袁老师啊，袁腾飞啊，他是寻迹的创始人之一啊，徐凯是寻迹的创始人。那么袁腾飞的节目也就是在寻迹里头放啊，所以你自己去猜，他们肯定是认识啊，然后其他的就不那么重要了。你比如说像袁腾飞在国内带的各种班各种团都是由徐凯来组织的，所以他们两个说话确实有点像啊，他就是北京人嘛，啊，北京人说话他就是这么个味道。然后我的稿子呢，这儿呢。好，我们今天做老范读评啊，然后因为明天要去香港，所以今天呢就提前把它录掉。第一条 ，A 股又双弱着行了。有人说了，说老范还记得去年我和说的吗？我去年说美联储预计今年6月以后才会降息，你当时还不信。这次我预计明年2月开始暴跌。补充一下，我和你的观点一致，我只赚自己认知内的钱。这暴涨完全没认知就不参与了。每次中国股市暴涨，虽然看到周围的人账户暴涨，我也只会心动30秒，但是也只会心动30秒，因为我知道，在咱们国内单反股市能让普通人能挣钱啊，以我们的国情啊，你的托关系花钱才能开户。这件事情呢，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我能看到的所有的用户名都是这个乱码啊，所以我搞不清你去年说过什么事情。至于说会不会到明年2月份才暴跌呢？我觉得不一定啊，有可能坚持不了几天这个事儿。至于其他的呢？从中国股市这一次来说，我觉得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一种声音，我还是相对认可的，就是这一次股市虽然涨上去了，但是最终国家的目的还是要把各种企业债、地方债、政府债都给它化解掉，那么最终肯定还是要把钱抽出来，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还是要尽可能的希望把股民啊，或者说把韭菜们忽悠进去。外资呢，大家不用想啊，这个除非像贝莱德那么这个单纯的人啊，在中国炒了这么多年，然后还亏了很多钱啊，这个其实大部分的外资比这个政府这些人其实并不差的啊，所以最终只能割股民的韭菜，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啊。在这件事情上呢，大家就要看说，哎，是不是这个主力都出去了？啊，是不是这个开始有人不断的往外套钱了？
这个其实是可以看到的啊，因为现在其实窟窿是非常大的，不可能说一次就能够实现国家的目标，这个非常非常难。因为大家现在就算是股民，对吧？也都是惊弓之鸟，每一个冲进去惦记捞一把的人，心里都明白，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呃，股市的起飞其实是没有底层支撑的，对吧？那么如果美联储那边再有一点三长两短的话，那么大家的这种情绪就会快速的爆发掉啊，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再往后啊，这个上期读评，听到老范用手扶拖拉机来解释庞氏骗局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个好久都没说的日语单词，叫做自行车操业。这就是日语解释拥有庞氏骗局架构的一种商业类型，你必须一直踩，不然就啪嗒倒地。这个怎么说呢？庞氏骗局呢，你比如说像自行车吧，你可能松开脚以后，它还是能够滑行一段时间的。但是像拖拉机这种东西呢，因为你真的把它摇起来以后，它是不断的会烧油的啊，所以它是可以持续下去的，在这个油一直没有烧完之前，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如果你一直让这个业务在盈利的话，它可能就可以一直有油烧。很多的这种项目，就是它一开始可能都是需要摇两下的，你不摇它几下，它就真的起不来，就跟像我们以前做这种一级市场投资一样。那你说这个项目没有投资能不能行？它肯定也是不行的嘛。那你投了钱进去，它一定是烧钱嘛，对吧？烧了钱，哪怕说我烧了钱去做开发了，做技术研发了，对吧？这个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它的商业逻辑也是跑不通的。那么一定是要有人先去摇两下啊，然后要去加上油，才能够逐渐的让这个发动机转起来。但是呢，有一些呢，就是它的商业模式设计的并没有那么好，对吧？或者说有一些里头有漏洞啊，你摇起来以后，这个油漏掉了，或者说你气缸漏气了，最终还是会出问题，或者可能玩的不好，会直接把发动机爆掉啊，这个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好，继续，这个还是上期读评说，老范你好，我记得大概在1年前你直播的时候，我问过你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是不是该担心未来会走向黑客帝国或者终结者的结局？你当时给的答案是我想太多了，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改变算法啊，改变看法了啊？能告诉我原因吗？其实我的看法呢，并没有发生改变啊，我只是说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被 AI 控制了。这个 AI 在管理着我们日常中生活中的各项的事物啊，而且在这个管理的过程中呢，其实大家也很开心的把这些事情交给他们去处理。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像这个终结者那样被AI 直接对着干掉啊，也没有像黑客帝国那样直接让人养在这个罐里。当然，黑客帝国这个事儿呢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缸中之脑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你不能说拿个大头针扎自己一下，然后感觉疼，喊个哎呦，你就不是缸中之脑了啊。这个，所以黑客帝国这个事儿不好说啊。但是终结者这件事儿呢，我并不认为最后会走到这一步，对吧？至于说现在的这种 AI 控制的话，其实很简单啊。这个你比如说自动驾驶汽车，对吧？那当你发现它跑了几次没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就会放心大胆的在驾驶座后边睡觉，对吧？这个前两天还有人传个照片，这个躺在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里边，这个看着电视剧，然后那个自动驾驶汽车在高速上狂奔，对吧？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可以认为人工智能已经控制了你的很多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吧。但是呢，并没有真的说像终结者似的，这个你死我活啊。因为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把人类干掉，对于它也没有什么好处，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用人的思路去套 AI 啊。好，我看看这边有什么。徐老师大意，这是徐是谁啊？徐凯啊，这个是去香港开户嘛？啊，没有，就是去香港见个朋友啊。
吴邦国去世了，对，这个好像看到新闻了。芝加哥时间早上7点又赶上直播了啊，欢迎。现在国内 AIGC 有没有卷到海外市场去？比如在非洲、印度、东南亚社交媒体上像短剧一样刷内容呢？是人家现在在卷美国呢啊！现在大家已经想明白了，有钱先卷美国，卷完美国以后再去其他地方。美国现在 AIGC 应用榜比较靠前的很多应用，实际上都是中国人做的而且有很多是字节跳动啊，像这种大公司在做，对吧？还轮不到亚非拉啊。好，再往后，亚马逊遇上 TikTok 啊，这个有朋友在一直看前面的视频啊，他有时候也会留下一些评论啊，那我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他在讲说啊，技术拼不过应用，他们没得玩啊，这个其实说的很正确。咱们呢拼一些底层技术呢，确实会有一些问题啊，特别是一些我们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这个需要花多少钱，需要走哪些弯路才可以突破的技术的话，中国人一般是不愿意在上面去花精力的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去养这些人去做这些技术，对吧？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做应用这件事儿啊，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已知的这种工程性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怎么能够把人组织起来，怎么能够让这个一些人啊按照这种叫做可以预期的结果和方向去前进，那么我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下进行绣花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去绣花那么他们就老外就肯定卷不过这个。我觉得老外看到中国的很多东西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刺绣很多的这种工艺品的雕刻，极其繁复、极其工整这样的东西，他看完了以后也会觉得很震撼对吧？那你说这个里头有什么高超的技术没有？它也没有只是说我们有一种方式可以把更多的达到一定水准之上的工程师聚集起来，按照统一的目标，让他们去完成一些特别繁琐，然后特别巨大工作量的任务，这就是应用这个我们确实是可以卷死他们的再往后这个你觉得李飞飞的空间模型会不会成功，还是仅仅学术实验？这个事儿呢，其实挺矛盾的就是李飞飞在前面肯定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他做的这种图像库，对吧？让大家都去识别这些图像，然后还用这些图像去做训练，这个对于后面大量的这种 AI、GC 相关行业的这种迸发或者这种爆发吧，它其实肯定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他前面干这个事儿你说他是无心插柳吗？还是说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精确的来预测到了说，我要向这个方向前进，就必须要有一个图像库，然后大家才可以训练出这种 transformer 的这种模型出来。现在我觉得一半一半吧，或者至少从我个人这种比较匮乏的这个，或者说比较烂的这种科技的，或者说这种真正研究型的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吧，我觉得就是一半一半他可能觉得哪一个方向有机会，然后就去做了，但是最后做出来的人其实并不是他，也未必是以他所预期的那种方式做出来的，对吧？这就是我们要看到他前面做的是什么。那你看看他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他觉得应该有空间模型，对吧？其实空间模型这件事儿呢，像现在很多的，包括 Sora，包括其他的各种视频相关的这种大模型呢，都是反着走的。它没有按空间模型的方向去前进，而是按照端到端的方式去前进的。我不去研究什么物理引擎，什么这个3D 透视这些东西都不要去管，然后我就生进行端到端的这种训练，然后靠这个方式直接堆数据、堆算力把它堆出来，对吧？他们现在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干的。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就是有可能他会走错路这个其实很多人这一辈子能够走对一次路就已经是
这个老天爷赏饭吃了，那么它是不是能够继续走对，这个不好说。第二个呢，就是就算最后他做的这个叫做什么呢？空间模型最终在可能3、5年之后，或者5、6年之后，被某些其他的技术所应用了，也未必是从他的公司出来的，对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解释你是不是能够理解啊？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不断接受新的东西，观点改变也是很正常的。这个是啊，这个我肯定是要承认的啊，我们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进步，对吧？你不能说以前我说过一什么话啊，然后我这辈子就都认这死理儿了，那这个就没法混了啊。随着 OE 泛化、推理能力、学习能力的增强，现在做的 AI agent 应用是不是将会变得没有意义了？这个不好说啊，因为我觉得以现在 OpenAI 干的这个活来说，可能未来还真的需要靠 AI agent。现在说星舰5飞最快是周日下午6点左右。OK，好吧，那我周六就不出门了，周日好好休息一下，咱们可以来去挂联机。太早了啊，今天居然赶上了，哈哈，不用看回播，感谢。又赶上了，买股票了没？没有啊，这个 A 股这个还是谁爱玩谁玩就好了啊。晚上好啊，不知道你能否分享一下对这周港股走势的看法？呃，我对于港股真的没有那么理解啊，而且港股现在今天好像是跌了接近10%出来，对吧？这个也还是比较猛的。港股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或者一些从美国回来上市的一些公司，还稍微了解一些。至于香港本地的这些，以及从大陆直接去的这些股票，真的是没研究过啊。不基于大模型，能不能做行业垂直 agent？这样做有没有方法、价值和意义？其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价值跟意义啊，首先就是要解决问题，甭管你是不是基于大模型，是不是基于大模型本身这件事并没有那么重要，对吧？如果你真的帮人家解决了问题，啊，那么这个事情它就会有价值、有意义。至于方法的话，肯定还是要去看具体的行业和需求了。英伟达自己好像也有个 Digital Twin 的项目，完全模拟地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英伟达也好，高通也好吧，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基于他们的算力芯片做的这种 demo，但是呢，这种 demo 其实最后真正能跑起来的是很少的，对吧？他们比如说停留在 CUDA 那个层次上还是有价值的，然后再往应用层次上去靠的所有的项目，他们做的都不行啊，因为再往 C 端做的很多东西的话，对于这些做芯片的人来说，也算是隔行如隔山啊。就是字节跳动该干的活英伟达是干不了的，当然英伟达干的活字节跳动也干不了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明天还有5%到10%的跌幅，哎，这个我觉得做这种预测意义没有那么大了。这个我是不怎么炒港股啊。好，继续。这个腾讯职级改革隐藏职级信息啊，这个我在录节目的时候呢，我在回想我当时盛大的工牌是怎么逐渐把颜色失去的，但是呢，时间也比较久了，记得没有那么清楚了。今天呢，有一位朋友留言啊，把这个正确的顺序告诉我了，说盛大工牌呢最早的颜色是蓝、红、黄啊，就是基层员工是蓝，这个中层员工是红，高层员工是黄啊。第一个改颜色的是 SDO， 叫盛大在线，他们呢把这个所有员工的袋子改成了红色。再往后呢是这个盛大游戏，把所有员工的颜色改成了黄色。最后呢才是盛大文学啊，把所有员工的颜色改成了紫色。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啊，这个感谢这位啊，应该也是以前的圣斗士，或者现在没准还在盛大附近在晃啊，给我提供了这个正确的答案。就是我是因为离开比较久了，真的是当时录节目的时候没有想太清楚。再往后啊，这个说老范问个问题，
要是一个人既善于表达沟通，又精于技术，明白怎么干，那他在大厂或者行业内的命运会怎么样？这种人呢，怎么说呢？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呗。其实啊，怎么说呀？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种人呢，都是倒果为因的，对吧？我们发现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升的位置很高，我们去研究了一下，发现哦，这个人啊，这个表达沟通能力也很强，对吧？性格也非常的强硬，或者说，性格比较讨喜吧。然后呢，技术呢也相对来说做的还不错，可能会反过来去推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你要正着去推，就跟那个充分必要条件似的。你说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能力的人就一定会怎么样的？其实没有啊。我们也见过很多倒霉的人，对吧？他沟通能力其实也还不错，技术呢也很好，但是就是走到哪儿混不开，这种人也很多。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提的这个问题呢，没有什么意义啊。当然你说，哎，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有一个混得很惨的人跑去送外卖了，结果你发现，哎，他的沟通能力不是很好啊，然后这个，但是技术还不错。但你技术不错，你怎么能够在没有沟通能力的情况下显露出来呢？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吧？还有些人，那边真的是沟通能力也很强，这个技术也很好，他站错队了，对吧？那你咋办呢？对吧？这个在中国的大公司里边，你站错了队，你真的是原来起得越高，后边摔得越惨，对吧？甚至还有一些被抓进去坐牢的，啊，抓进去坐牢的人，我告诉你，一般沟通能力都还是可以的啊，而且这个技术都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去回答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啊。好，再往后啊，说哥，我在南京啊，80人研发团队的公司，前端、移动端小组长，组里15个人，35岁了，后边该怎么发展呢？这个也很有趣啊，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应该这样啊，就是如果你现在就是一个前端、移动端的小组长呢，呃，其实最好的发展方式是出去啊，你留在国内呢，其实始终是卷来卷去，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对吧？而且你在南京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说我在上海，我在北京，我在深圳啊，都还是有一些有趣的方向可以去玩。但是南京呢，就跟我们说一个人在天津在做一个研发公司，其实是一样的啊。南京其实离上海还是比较近的，你如果说是一个相对愿意折腾的人的话，可能就去上海了。对吧？那么如果再努力一下，可能就溜出去了。至于说你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呢，我觉得可能应该第一方面就是要去研究一下其他相关的业务啊，以及后端的中台的，特别是你公司的这种客户需求、客户商业逻辑，可能真的要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啊，如果不研究明白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就怎么说呢？这个前端的技术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替代和比较容易这个换方案的啊，所以这个位置非常的不稳定。最好的出路是溜出去。好啊，我看看这边。朋友跟我聊股市，我发表完观点后都会加一句：以上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我怕拦人家赚钱。是啊，你像我们都是讲说，本频道不提供任何具体的投资意见与建议嘛，大家就是来闲聊的，对吧？这个别回头人家没挣着钱怪你，或者亏了再怪你，这事儿没法整。哪怕砸钱也不干了嘛，这叫什么？什么叫这是说的哪段儿？盛大是私有化了，还是彻底消失了，还是现在还招人吗？盛大是这样啊，它被收购了，它最后把它卖掉了，是私有化了。私有化完了以后呢，还是把它卖掉，卖给了一个国企。赶上了啊，蛙叫一声啊，欢迎。亚马逊的工牌也是有颜色的，不过是按年限来的，不是按级别。刚来是蓝色的，满5年黄色，再往上就不知道了。因为我2年就跑路了。就是你虽然没看见再往上的，那你2年你总得见过那些更老年资的这些员工吧？这个你不能说连见都没见过，那这个亚马逊也管得忒死了。
对吧？这个我可以去问一下亚马逊员工工牌的袋子颜色是如何根据年限划分的。好，让我们看一眼。工作年限具体，蓝色刚进入的，黄色5年以后的，红色10年以后的，紫色估计是15年以后的，银色20年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划分方式。这个就这种问题，直接去问豆包或者问 GPT 都可以得到答案。请问你如何看待今天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会长徐忠表示，银行信贷资金不能违规进入股市，乃是金融监管应当坚守的一条红线？哎，这个怎么说呢？就跟在疫情期间，对吧？这个，国务院三令五申说不可以层层加码，不可以随便封这个，叫做什么呢？不可以随便封城，不可以随便的就，做很多这种影响大家生活的事情。但是呢，说也就说了，那还是国务院，对吧？这就算是个口号，就是说，哎，我已经说过了呀，这个也就完事儿了。最后呢，该封城还是会封城啊，该这个各种的层层加码还是会层层加码，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人说了，这个不应该进去啊，应该坚守这一条红线，那就说了呗，对吧？那还能怎么着呢？我记得给大家讲一小故事吧。我在盛大的时候，盛大有一种系统叫流程系统啊，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事儿，然后哪一层去审批，哪一层去审批。然后盛大流程系统里头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这个回复。一般比如这个流程走到我这儿了啊，那我会写同意、不同意啊，或者打回，然后有什么问题，一般大概是这么几种结果。但是呢，有一些流程我们看到了，知道说这个事儿很重要啊，或者很急，而且上面大领导看着呢，啊，然后我们自己又有一些保留意见，我们又没法把它打回去。那么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去写一个什么样的批复呢？叫不同意且继续，对吧？您能够理解其中的心态吧？就是出了事儿你别怪我啊，我已经提前跟你说过了。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办法去真的把这个流程给它干掉。盛大站头部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人啊？这个我还真不太确定，因为我在盛大的时候不做投资，我是到猎豹移动才开始做投资的，所以我没有在盛大站头部里待过。在疯狂的股民年前说啥都没用啊！我爸又进入接盘了，还说明天会涨停。这个在他面前，任何的技术分析都没用。看了一些抖音自媒体，马上让我多学习。在他眼里，我早大正经学这个硕士，甚至不如抖音的自媒体。这个，哎，这个早大是早稻田大学吧？这个怎么说呢？肯定会有人冲去接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反正我们家处理的方式就是，我肯定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跟中国股市相关的股票、基金都清空了，然后当时还录了节目跟大家讲，对吧？然后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再进去过。然后这一次呢，进这个就是我太太手里面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跟股票相关的基金，然后呢都是在暴涨了以后啊，基本上盈亏平衡了以后就不亏钱，就都把它出掉了啊。包括港股的一些基金也都是能跑路都跑路了，这就是让我们解套了嘛，对吧？这个国家也就是来解套的，那么我们也就是来解套来了，对吧？我们跟着国家一起做就好了，我们也响应国家的号召。对吧？那我不能去做这个替国家解套的人，对吧？这个事儿僭越了啊，这个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工牌颜色是个重要的话题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
当时我们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人的职级或者是年资，用工牌的颜色把它显露出来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在沟通的过程中，或者某些事情决策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潜规则，对吧？现在呢，很多的公司想把这个东西隐藏掉，包括腾讯这一次做这个职级改革，就是希望把这个东西隐藏掉。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隐藏这个东西？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让它显露出来？啊，我其实是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了，先点赞，再聊天。对了，你们都点赞了没有？主力或者政府资金明天是不会进的，主力可以拉盘，但是绝对不会接盘。这个，我觉得呢，现在是这样，就是对于中国的股市来说，现在做任何的理性分析都没有意义，对吧？他们就是努力的折腾就好了。就是上次不是讲了吗？就是，武则天这个守寡，对吧？叫失去理智。如果毕业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低级工作，打工做牛马，为什么要花10万4年时间读2本上学，到底划算吗？你这个问题很神奇啊，我觉得还是划算的。给你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吧，我记得是在2006年吧，还是可能是2005年、2006年的样子啊。然后呢，我当时去宁波大红鹰学校，是一个3类本科院校啊。大红鹰应该是烟吧，好像是。然后呢，他们在当地办了一个大学，然后我就跑去做一个访谈，因为我当时在 Bolin 公司做开发工具。然后呢，他们采购了 Bolin 公司的开发工具相关的课程，所以我就要跑到那儿去跟他们聊一下。他们就讲说，那个我们的学生进来其实是不学习的啊，就是来这个瞎混的。我说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出去工作呢？为什么要让他们在这儿瞎混呢？还在这儿花钱，你还得这个雇人陪着他，对吧？这个事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啊，这个当时他跟我讲那个话，让我也觉得很无奈啊。他说，家长把学生送到我这里来，啊，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在这儿学不到什么知识的，啊，那是3类本科，还不像你说的是2本啊，是3类本科。但是呢，家长也很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不让他们来上大学的话，这些学生就会进入社会，他们就会学坏，对吧？他们现在就是要找一帮保姆把这个学生看起来，让他们不去学坏，对吧？你觉得这个花10万块钱找了保姆替你看4年孩子，这个事儿划算吗？对吧？这个是不是也挺无奈的？我认识亚马逊基本没有干超过5年的，工作辛苦，福利也差，只是有免费香蕉吃，好吧？这个这个亚马逊里头总有干的时间长的吧，这个比较高层的。今天芝加哥飞匹兹堡啊，会曾经校园怀旧一下青葱岁月，好吧？回去看看。这个互关便利是指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非银金融机构用特定资产作为质押，从银行换取高流动性资产。这个事情呢，现在只是说要这么去干这个事儿啊，就是你现在讲的就是这个3000亿、5000亿这个事儿吧。是这样的啊，就是它现在规定的就是要么你买的 ETF 啊，要么你买的这个沪深500的这种指定的成分股的股票，拿这个东西是可以去做质押的，然后换回来的东西呢是国债或者是央票啊，大概是这些东西。为国接盘光荣啊，这个支持你。抖音自媒体扩散性强啊，是这样的。来了，不是要旅游吗？没有旅游啊，去见个人啊。明天去，然后明天是礼拜3吧，礼拜3去，礼拜5回来。所以呢，礼拜5的直播呢，可能就没有办法给大家讲比较长的故事了。可以跟大家讲讲香港见闻，或者是这个可能大家有些什么话题可以随便闲聊一下。突然想起10多年前玩过盛大的龙之谷。后来越弄越烂黄了啊，玩了好几年啊，一直一个伤感的回忆，好吧。
龙之谷其实还挺好玩的啊。我读书那会儿，二本还分 A 和 B，B 是民办自费，A 是公立，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了。其实你现在讲的这个民办自费，基本上就是原来我们讲的三本。昨天还没开盘 ，A 股指数都涨停了，一看就知道是看抖音进去的。结果9:45，沪市很多股票出现巨量抛售，结果指数下跌9:30那一波，估计1000亿套牢，那套呗，怎么办呢？让大家去折腾呗。香港现在老贵了，呵呵，是香港肯定是比较贵。但我估计应该没有新加坡贵。好啊，我们继续。美塔 Orin AR 最后的倔强有人说了，我还是很看好的，因为很轻其他的都不是主要问题，轻和无感，轻和无感操作是核心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你再怎么轻，它如果没有用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啊。咱们就想吧，iPhone 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待机不够长，打电话通话时长不够长，对吧？它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它有杀手级应用在里头。比如说，大家可以在上面听音乐，可以看视频，可以拍照，可以去发 Facebook，可以去发 Twitter，我觉得 iPhone 之所以成功，其实很大的程度是 Facebook 的成功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iPhone 还是有杀手级应用的。你再轻再无感，你没有杀手级应用，你像那个前一段时间他们做的那个 AI 硬件，就是像个小扣子似的，像个胸针一样挂在胸口那个玩意儿，对吧？带个小投影机那个东西，它没有杀手级应用啊，它也很轻，也无感，对吧？最后不也就黄了吗？对吧？所以这个还是有杀手级应用是可以克服困难的，没有杀手级应用，你其他都是扯淡。这个再往后啊，我看老范以后可以办幼儿园了，脑机接口实际上只能骗3岁小孩，成年人几乎是不会信的，除非能够证明有什么进展。这个进展绝不是说找个瞎子来，让他能看见东西了，而是能证实的那种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去看科技发展的时候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对吧？你用一些这种悲观的这种或者过去的眼光去看一些未来的科技，这个你可能自己在幼儿园里就没有出来啊。现在呢，这个如果大家都会认为说任何一个科技没有实打实的东西放在我面前的话，我就不信。那人类科技早就停滞了，对吧？怎么可能呢？因为你就想，大家这么多投资人，这么多的商业的人去把钱扔到科研里边去。谁也没看到有什么结果，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人前赴后继的去做这件事儿，人类科技才能进步，对吧？这个成年人几乎不会相信的，我觉得是这个没有长大的成年人可能会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啊。这个咱们还是要换一个思路。再往后脑机的确更有想象空间，但是产品落地的难度系数可比眼镜大多了。脑神经信号的识别、输入和输出安全问题、能源问题、算力问题、政治问题、安装问题全是空白，目前连一点路都看不到。就说脑机会在 AR 成熟前打死 AR， 真的是有点多虑了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你现在等于有2个技术路径一个技术路径呢是你已经看到它的全部发展结果了，对吧？然后呢，很多问题你克服不了。然后另外一个发展路径呢，就是你已经看到一些萌芽了，但是呢，很多后面的具体实施方式还不知道，对吧？这就是脑机接口跟这个 AR 现在的情况。AR 就是你如果继续在眼镜这条路上折腾，那么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这个问题都在这儿，你的电池大了就是沉你的算力。你不可能在短期内说，或者5年之内吧，说我在同样的体积、同样的耗电下，让这个算力急剧上升，这件事也不行。然后再加上这种光学成像的这个能力，其实呢都是有限度的，对吧？你像美塔的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费劲？它不光是有算力、有这个成像的部分，
它还一大堆的这个什么呢？还有一大堆的这个什么麦克风啊，什么摄像头，还一大堆这玩意儿呢。然后你要再拿着这些东西跑到其他地方再去算去，对吧？哪怕现在有 WiFi 7，你可以用无线的方式接一个盒子再去算，但是这些呢，其实都已经到头了。而至于说其他的这种像脑机接口呢，现在就是大家想象空间是很大的，而且有可能它就不会遇到现在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对吧？就有可能会冲过去。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跟大家讲一个咱们的实时案例吧，就是事实案例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大家都觉得这个 WAP 啊，WAP 应该能起来。WAP 是什么呢？就是通过2G 的网络直接在手机上上网。当时的手机还没有智能机啊，都是那种小屏幕啊，这个东西能起来。然后呢，大家就是投入了很多的钱去研发，投入了很多的钱去这个卷用户，最后没卷出来，对吧？因为它的很多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啊，你比如说在这么小的屏幕上怎么去点击，怎么去让用户去付费，怎么让用户去这个，看广告，怎么做广告转化，这个事情其实解决不了。所以最后呢，是什么东西起来了？叫彩信啊，就是我们在手机上直接发彩信，它在商业模式上最终成功了。所以呢，很多东西啊，这个我们不要看说，哎，我这个东西已经走到差临门一脚了，差临门一脚可能最后这个大家都看明白了，就是也没有想象空间了，就这样了。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这个也许还有更大的机会吧。好，再往后说，老范忽视一点，军事用途这东西就差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了。这东西其实在军事上没啥用啊。这个为什么说呢？就是 VR 在军事上其实还蛮多用途的，特别是无人机操控啊，很多人用这个东西。然后呢，在民用上呢，这个可能现在他们所做的这些 AR 眼镜在军用上意义没有那么大，对吧？这个在军事上你就直接塞一箱子里头，把人扣在里头不就完事儿了吗？你也不需要在外边溜达，你也不需要再看着其他东西，啊，直接用 VR 东西就可以了。谷歌眼镜最后是走了一些这种商用或者是to government 也好 to 这个 business 也好，但是基本上也就没有声音了。任何人只要说走到这一条路上，这种 C 端的产品就直接死掉了。好，我们继续啊。老范注册个香港公司或者美国公司对以后的润有好处吗？其实没什么好处啊，该润就直接润了就好了。我半天坐城铁花了快100港币。香港不是有那个什么八达通卡吗？一天就100，你只要，但是那100好像是就是罗湖只能来一个来回，或者是香港机场只能一个来回，它应该是这样来去规划的。港老都去深圳消费了啊，很多老店都关门了。现在我估计香港很多住的本来就是深圳人，香港感觉比坡县贵啊，好吧，这个是危险了啊。这个来了，点赞啊，迟到半个小时没事。茶餐厅早餐45港币，午餐75，啊，这个好像是稍微贵一点啊。香港啊，就是新加坡，我觉得排档还是蛮便宜的。今天早晨入场的韭菜们已经有套住的了，他们继续。不过香港酒店比坡县便宜啊，我住了一个5星，才700一晚，啊，这倒没注意啊。这个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嫌弃续航3小时不如诺基亚3天3夜，但 iPhone 的革命是无键和全屏，让手机变成通讯娱乐工具，场景无限扩展，续航也就变成小瑕疵了。3天3夜，但只能打电话，又有什么用呢？第一个 iPhone 没有那么短啊 ，iPhone 的续航还是能够有个大半天的，对吧？它就是到不了一整天啊。然后另外呢，我觉得 iPhone 一个是娱乐，还一个是社交啊。你讲的3小时和3天3夜应该不是一个概念，3小时是使用时长，3天3夜是待机时长。你要是3个小时的电话也就没电了。不一定啊，我记得当时的诺基亚应该还是可以打几个小时的电话的，然后但是当时的 iPhone 大概只能打50多分钟电话，就没了。美塔的眼镜不就是无线版 X-Real 吗？其实就是这么个东西啊 ，X-Real 或者是那个叫Rocket 啊，其实就是这种东西。
国产不是已经证明了东西没用吗？为啥还有人吹啊？这个其实呢，你现在把它变得更轻、更薄、更便携，在没有找到真正的使用场景之前是没有意义的。好，继续。加州州长拒绝签署 AI 监管法案这一条，说中国产出传播监管法，美国产出的是规模追踪监管法，欧盟产出的是数据分级监管法。这位朋友总结的很好啊。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就是把 AI 做成一种社交媒体来管理就好了。至于美国呢，是希望他们的大模型最早的研发方可以负起责任来，而欧洲的话就是你给我造成多少损失，我罚你多少钱，对吧？基本上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总结的非常好。好，再往后，名创优品收购永辉超市贝斯胖东来这个有人讲了，说这个 Costco， 查理芒格在去世前受一档播客访问的时候聊过，芒格说 Costco 在2000年代初就拿到了进入大陆的牌照，但是当年的 CEO 叫 Siniger 去实地考察的时候被当地的官员索要贿赂，然后 CEO 回来就暂停了进入大陆的计划，后来直到这位 CEO 卸任，他才重新开始准备进入大陆市场。这件事儿呢还真没太注意啊。其实很多的这种外资超市进入中国市场都是有一个适应过程。我记得这个山姆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也是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但是他呢还不是索贿的问题他们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周围的那些这个超市跟他竞争的方式是发这个叫购物卡，对吧？他们呢通过折扣，通过这种回扣的方式呢，把很多人的这种补贴也好，工资也好，变成购物卡，然后直接发下去，然后呢，采购购物卡的这个后勤人员就可以拿到回扣嘛。那么呢，通过这种购物卡，等于就是把一个人的一部分的劳动所得直接固定在这个超市里边，对吧？当时山姆就在跟这些人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山姆说：“算了，我也搞吧，对吧？这个你肯定走到哪儿你要入乡随俗嘛。”这个现在的山姆在各种的这种集团采购或者集中采购上，还是灵活度上升了很多的至于 Costco 的话，这个有这样的这个咱们就算这个，咱们举2个互联网公司的例子吧，比如说谷歌。谷歌呢，在中国大陆、上海、北京都是有分公司的，很多的人在这里去进行销售，去做各种的研发，对吧？维护客户关系，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头是 Facebook，Facebook 就不敢在中国设立分公司。Facebook 虽然在中国也有很多的这种销售额，很多的客户，但是它在中国全都是靠代理商。然后 Facebook 在中国要去招聘的话，都是偷偷的进来。Facebook 离咱们最近的一个总部在新加坡，它在香港有没有我不记得了，反正新加坡有一个总部。所以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了解这个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要入乡随俗才能往前走。再往后这个如果是恶意收购，有一点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永辉配合胖东来，还是一开始永辉没有意识到这个？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呢，永辉也觉得你可以收购这个他也希望你去收购，只是呢，希望有一个更合理的价格，只是最后可能价格谈的没有那么拢，对吧？胖东来说，你看我已经把你的人都掏干净了，然后是现在大家都信我，然后我已经把你的货都替换完了，然后就剩一场地了。现在你从我也得从，不从也得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永辉就说你这就恶意收购，我不愿意了，对吧？那么这个事儿也是有可能的，就跟这个山西订婚强奸案似的，对吧？这个前面说的好好的，彩礼都说好了，然后最后因为没有在房子上给女方署名，然后就直接告他强奸，这种事情在中国不是蛮多的吗？好，继续说这个胖东来创始人口碑很好草根中的战斗机。这为什么要读这个评论呢？因为我看到这个评论以后我去查了一下，因为在这个里边我们涉及到了永辉，涉及到了胖东来，涉及到了这个叫做名创优品，涉及到了辛巴我说这些人到底谁是草根呢？然后查完了以后，我发现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是
高中没毕业啊，就因为是跟家里发生矛盾，跑出去闯社会去了。然后永辉超市的创始人叫张什么，我忘了那个名字了啊，大概是中专毕业啊，然后这个后来好像是又学了一个什么学历，好像不是，他中专毕业就一直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名创优品的叶国富呢，应该也是中专毕业啊，然后是去学了一个大专的学历，或者是函授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这个谁呢？这个辛巴啊，这个就是快手一哥辛巴辛有志啊，他的也是中专毕业啊，所以就这一批故事里头讲的这4个人，没有一个有完整高中学历的啊，中专毕业你算他有高中学历吗？也算有吧，对吧？就是但是没有一个有大学学历的啊，就是一堆草根英雄给我们演绎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看，也是很有趣的。这个还跟互联网公司不一样，互联网公司的老板绝大部分都是有这个大学学历的，甚至还有一些学历还很高，对吧？在这个里头，我们知道学历不好的，比如说像马云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真正在互联网公司里头没有学历的人，罗永浩算互联网公司吗？他是没有学历的啊。然后，还有些人呢就像扎克伯格那种，就是他是考上大学了，肄业了啊。在国内其实也有这样的人，比如说快手的速滑啊，速滑好像是清华肄业的，对吧？然后其他的应该都是这种名校出来的。啊，这个真的是不一样啊！就是零售行业里头，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人，对吧？大家都是草根英雄，从头混起。好，我们看看这边有什么啊？带点港币现金啊，很多好吃的小馆子不刷卡，也不接受支付宝和微信，连八达通也不收啊。这个我倒没想到。好吧，这个看来我还是需要一些港币。像我去马来西亚、那个印尼、泰国，我身上都是没有当地现金的。我只有去新加坡是没有办法，只能去换点现金。这个要是取消自由贸易港，那才是正在回归啊！这个不好说啊，这个香港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呃，鱼蛋粉加鱼皮，反正香港有很多广式的这种点心，我还是很喜欢的。香港的价值就是自由贸易港，如果没了，咱们想偷偷倒腾点什么都不行了。现在其实你也没法偷偷倒腾任何东西啊。这个，你像各种 AI 的服务，在香港它也不让你使。10年没去香港啊，这次去感觉很不好。好吧，我是疫情以后没去过，然后等我这次去了，跟大家聊一聊。香港人对于不能用 ChatGPT 很无奈，但是看看香港如果能用 Apple Intelligence 的话，是不是可以用 GPT-4o？今天直播是庆祝啥呢？读评论啊，就是我们正常应该是周3读评论，因为明天要出门，所以今天把评论读了。一定要带点港币现金，好吧？那我首都机场就换一点啊，做贸易的多草莽，是的。2、3天的话，信用卡加苹果手机、钱包、八达通没问题，我觉得应该也还好吧。当地人告诉我不行，我看看啊，我如果在香港有空闲的时间，我可能会，开一场直播，然后呢，问大家，比如说有没有香港的观众，然后呢，咱们找一个香港可以坐下来的地方去聊一次，线下的啊，这个是可以去玩的。但是我不确定在香港有没有空闲时间。好，继续。旅居西班牙，实际上西班牙系列呢，一共录了3期啊，今天放了第2条，第2条发现就完全没人看了，不知道为什么。第1条还大家挺喜欢看的，啊，这个咱们不管这个了啊。旅居西班牙啊，有人说了，在西班牙5年了，对象也是西班牙人，西班牙适合带钱来生活，不适合生活赚钱啊，工作赚钱。看来是啊，因为徐凯也在跟我讲说，在西班牙，这个整个的生活还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呢，他对西班牙的最大认知就是当地的人非常非常会生活，啊，这个其实也是我很羡慕的，只是
这个我回来跟太太商量了一下啊，她觉得西班牙还是太远了啊，这个不要胡思乱想，可以哪天等我自己舍得的时候可以去玩啊，但是想移民去西班牙这件事儿呢，她是不支持的啊，这个我也就算了。再往后啊，吃药直播里头啊有几条评论。第一个呢说支持消费投票身份，支持取消投票身份检查的论点是约10%的合法选民没有身份证，要办一张身份证代价是$100，有关联文件和交通，以及要求身份证等于变相剥夺穷人的选举权。另外，选举造假概率极小啊，某不同意啊，这个事儿，他实际上说了两件事啊。第一个事儿就是在美国可能有10%的人因为不愿意交这$100的这个费用，所以呢是没有身份证，没有办法去投票的，剥夺了他们的投票权啊。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这个投票造假概率极低这件事儿呢，他不认同啊。这个至于投票造假概率这件事儿呢，我不了解啊，因为咱们都是雾里看花，看一看就行了。对吧？这个也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啊！以我个人对于互联网方式的理解，或者对于工程方式的理解，就是我认为这个投票造假这个事儿呢，是不可能完全杜绝，但是它应该还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吧。好啊，这位朋友的一个回复很有意思啊，但后边这个朋友呢，基本上在回答他的问题，说这个说投票是自愿的，不是强迫的，你不愿意投就不投，对吧？说蛮想知道哪个县申请身份证或者驾照要$100，如果用有人可以投票，却因为没有身份证不能投，来取消投票前身份认证是的理由，根本是诡辩。然后呢，这位朋友又留了一条言，说查到收费达到$102的地方是纽约的都会区，然后呢，这个曼哈顿、皇后区、布鲁克林区。然而，在大多数州，某些群体，例如低收入个人、老人，或者是申请选民身份证的人，可以享受减免费用，或者是这个直接免费。纽约的费用如此之高昂，是因为包含了个别的地方性的费用，好吧？那么看来美国在不同的地方办身份证的这个成本是不一样的啊，又算长知识了。当然了，总有人会告诉我说：“哎呀，老范，你谈谈技术就好了，这个政治美国你又不懂，对吧？你在这儿贻笑大方。”对于这种评论呢，我们统一回复啊，这个说错了我也不觉得丢人，啊，然后我也承认咱不懂，然后呢，这个事情聊一聊，大家开心一下也没什么问题，啊，我并不觉得这个事情我一定要懂才可以去聊啊，我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不是说我聊了我一定是专家，那不懂我就告诉你啊，这事儿我不懂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谁知道谁告诉我，对吧？像这个朋友就真的做了这个功课，对吧？这个纽约有些区是$102才可以办身份证啊，这个也挺好的。好，继续。说大陆人了解美国时事通常来自美国左派媒体，经过媒体的翻译和转载，所以大部分对懂王的报道都是负面的。投票取消或禁用身份证这种反制的规定，都是左派民主党要求的。非法移民也是拜登政府大量放进来的，因为这就是他们将来的票仓。不要说什么联邦重罪，法律还规定不可以犯法呢，为什么每天都有罪案发生？看来这是一位川粉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美国啊？我要告诉你，现在在国内的话，经过各种媒体与自媒体的炒作，其实国内川粉要比哈里斯粉要多得多。对，所以现在国内的媒体其实是已经转向了。至于我们是不是主要看的是左派媒体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因为美国媒体到底是怎么分的，我分不清楚。好，继续。
西班牙第二期公共区域噪音有点嘈杂，是的。其实那个第二期呢，我们还是中间中断了好几次，就是比如旁边有垃圾车呀，或者有些人大声喧哗，我们会中断，然后把这些都删掉，重新录，对吧？其实已经做了一些调整了，这个也没办法，十一期间嘛，人稍微多了一点点啊。如果不是在十一期间的话，在首钢园里边录这种节目，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不能用 ChatGPT，真不能接受工具啊。这个是 ChatGPT 不能用，还是很难受的啊。去哪国都不带现金啊，不能信用卡的就不去呗。这个现在怎么说呢？你像我在日本还是要用现金的，在美国其实身上也是会有一些现金的。其实我觉得越发达的国家，他们现金用的比例越高。啊，越是不发达的国家，其实越是电子支付。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很奇怪。早点去机场找个休息室开个直播，不会误点，还有茶水，网也稳定。这个怎么说呢？在国内开直播还是很麻烦，因为你毕竟是要翻墙嘛。你像我去日本的时候，就直接在日本机场啊，然后开了直播就开始聊天了啊。这个到香港应该可以直接开直播，因为像我们用的，甭管是这个 Action 4啊，还是 Action 5，这是 Action 5，甭管是 Action 5还是 Pocket 3，它都是可以直接连在 WiFi 上就直播的，对吧？我比如说到了香港以后，我没准比如在酒店就可以找个地方挂上 WiFi 就直播一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香港的大排档和茶餐厅一般只能用现金啊，好吧，那看来还是要整一点了啊。去香港直播肯定是山顶维多利亚湾啊，这个要看时间安排啊，要看时间安排。这个肯定不住中环啊，我不确定啊，因为是朋友帮忙安排的，所以我也搞不清我住哪儿。坐缆车上山顶，岁月静好，就是过去比较费劲啊，也没网这事儿肯定就不费劲了啊。请教范总 ，YouTube 的地址是香港，对频道推荐有影响吗？会不会因此流量受限？我不知道啊，因为我的频道名称是我的频道地址是在大陆的，是吧？也没受到什么影响，我不现在也聊得很开心嘛。坐18或 X15不就行了？这是什么？这是公交车吗？我去时缆车上山顶人超多，现在不知道了啊。这个你是在假期去的吗？我不确定啊。这个看吧，时间要是合适的话，可以去溜达一圈，但是有点难啊。山顶有网啊，这个是好消息。刚回来，微信、支付宝、大众点评买券都没问题啊，太好了，这个是好消息。好，继续。这个外卖小姑娘的微笑啊，这一期里头呢，有人说了，说这帮骑手和骑手的孩子，大概率一转头就骂美国、骂日本了。这个怎么说呢？呃，他们也要给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对吧？我并不会因为这些人去骂美国、骂日本就看不起他们，对吧？他们也在努力的活着，对吧？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东西呢，你去骂他干嘛？我记得原来讲过啊，就是在纳粹集中营里头啊，犹太人呢有一个叫做，好像是叫平静祷告还是叫什么祷告，就是说主啊，愿你赐我这个叫什么来着？是勇气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情。他说主啊，愿你赐予我耐心去接受那些不可改变的事情。最后是主啊，愿你赐予我智慧，让我能够分辨清楚到底哪个可以改变，哪个不可以改变。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情况嘛，对吧？你一个外卖员带着他的孩子起早贪黑的在那里去工作，对吧？然后他也只能去骂美国、骂日本，对吧？你如果再去骂一些其他的，他可能连外卖员都做不了了，他就没有办法养着他的孩子长大了。所以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去歧视他、去鄙视他，我觉得也是很不道德的啊。好，继续。这个，还是国内制造业工作环境太恶劣了，宁愿送外卖也不进厂。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国内制造业环境之所以恶劣的最核心的原因呢，不是老板坏，而是什么呢？而是
法治不健全，对吧？这个有很多人说，我们如果给工人涨工资，对吧？或者如果让工人去休假，按照劳动法这个每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啊，工作40小时的话，我们就会破产，我们会被其他那些更卷的公司、发钱更少的公司竞争，直接让我破产掉。那么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当他们去违法的时候，真正应该去执法的人没干活，对吧？就导致中国制造业的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劣，因为大家只能卷，你努力，我比你更努力啊！你给钱少，我比你给的钱更少，对吧？只能卷这件事儿，那这个怎么办呢？大家只能在违法的这个路子上越走越远。再往后啊，这个老范你好啊，走在路上，周围都是这样的人，你害怕吗？毕竟阶级不同，他现在是个孩子，笑容天真烂漫，长大了面对社会现实的压力，是不是就天然成为维稳的对象？到时候还会同情他吗？这件事儿呢，我倒不这么想啊，因为他可能一直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下去呢，也难说，对吧？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记得有一个电影是叫什么我忘记了，就是一个爸爸带着他的犹太人啊，就是2个犹太人，一个爸爸带着儿子去这个集中营了，然后呢就一直告诉他说我们在玩一个游戏。然后一直到这个去毒气室啊，他孩子都很快乐。所以呢，我们并不要去因为他们的生活很艰难，对吧？我们就去质疑他们未来会把路走歪，或者会把心态走歪掉。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这种挤压的空间里边都有可能会保留这种纯净的心啊，我们不能剥夺它这种可能性。然后另外呢，我觉得还是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心态的平衡，对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在这儿呢，也还是送大家一个话吧，我很喜欢啊。这个是一本小说叫《第一序列》，这个里边有一句话叫"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自己的悲哀啊！"就时代的悲哀你是解决不了的，但如果你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说，时代已经这样了，社会已经这样了，我就破罐破摔了，那等于时代的悲哀就变成你的悲哀了。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些在快递箱里头，在快递车后座上，露出这种天真灿烂笑容的孩子的这种纯洁内心，然后呢，也通过这个笑容，这个感染和净化我们自己的内心。而不能说这个社会已经这样了啊，我们就看到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如何如何的悲惨，这个其实是不对的。这句话我是非常喜欢啊，就是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自己的悲哀。再往后还是外卖小姑娘的微笑。中国不掠夺别的国家底层人，永远没有好日子过。我觉得呢，这个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当时的这种思潮，对吧？我一定要到中国去掠夺一把。但是大家要想清楚，日本虽然到全世界去，特别是亚太地区去掠夺，底层人的日子其实更难过了，并没有变得好过，对吧？他们说我们要去为国家做贡献，我要把我挣的每一分钱都存下来，对吧？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日子变好过的，或者真正获取大量财富的，其实还是顶层的人。所以不要想着说我们掠夺了其他国家的人，底层的生活就会变好起来，不会的，一定会变得更难，对吧？千万千万不要盼着打仗再往后想起来以前一个梗，所谓内循环就是男的送外卖，女的开直播，外卖送累了看会儿直播，直播播累了点个外卖，钱都被平台赚走了，这个也算个梗吧。这里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讲这个故事呢？或者讲这一条这个评论呢？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未来，对吧？未来是什么样的？就是每一个人都离开大公司，离开大平台，变成独立的个体，像我现在这样 YouTuber， 对吧？我并不是谷歌的员工，也不是 YouTube 的员工，但是我通过 YouTube 挣钱了。
对吧？大家每一个人在 YouTube 上去消耗他的时间，我贡献我的这个努力和勤奋啊，咱们不敢说有聪明才智吧，但我也是付出了很大的这个努力的，对吧？然后赚取了 YouTube 的广告费，然后还有我们的会员费，然后以及一些打赏的钱，我赚到了，这可能就是未来。对吧？然后每一个人都在里面啊，通过个人的努力，在这种巨大的平台之间完成交易，然后这些巨大的平台呢赚取相应的利润。特别是 AI 普及之后，这可能是全世界80%人口的一个未来生活方式，对吧？就像很多人说 AI 来了，80%的人会失业，那么这80%的人难道会去重新就业的吗？不会的。我相信这80%的人可能就会像我这样去工作，对吧？我们通过 AI 工具，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一个小团队的这种工作量，然后我们会去，个人努力创造内容、创造价值，然后在这种巨大的平台上完成交易。其实你们在看我视频的过程中，我们就已经完成交易了，对吧？你看到了广告 ，YouTube 收到了广告费，然后我分到了这个广告费，然后有些人看了广告点进去买了东西。广告商也都开心了，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这种商业逻辑，它已经开始运转起来了啊，这就是未来啊。再往后啊，这个西班牙旅游攻略，这个就是看的人很少啊，这个没关系啊。有人说了，说我来回答，打网球后就感觉羽毛球和乒乓球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个我不理解啊，这个为什么打完网球以后就不喜欢羽毛球和乒乓球了？啊，因为羽毛球我还是比较喜欢的，特别是以前没有做手术之前，我原来每周都会去打羽毛球。当然网球肯定场地更大，然后运动量更大，这个事儿是真的。但是我因为我不太会打网球啊，所以我不了解为什么打了网球就不喜欢乒乓球和羽毛球了。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有没有打网球、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的人？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啊，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事情。好啊，我们已经把网上的评论都读完了，然后我再看看这边还有什么。我的推荐里还出现过印尼重金属，频道所在地区应该不影响，是这样的。山顶不是有山顶电车啊，不是有个山顶电车，但是最快的还是打车，好吧？在香港打车还是蛮贵的。刚才打错了，去山顶坐公交车15或者 X15或缆车，缆车人多，公交车人少啊。我是11去的山顶啊，那11肯定人多。对，叫安宁祷告，是的，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去汇丰银行开个户，申请个银联双币信用卡，大陆消费4.4返现，这个其实没什么意思。我是有香港银行的这个户头的，但是想去申请信用卡的时候，他们不给我开额度，这个很麻烦。M4 MacBook Pro 泄密，请问老范怎么看啊？乔帮主在的话，估计已经把这帮人都炒了啊。这个我还没看到泄密的信息啊，但我估计10月份肯定会出。现在大家都是说10月份出这个东西。现在你别说那个 MacBook 了，iPhone 在发布之前也都给你卸干净了啊。提姆库克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是这么往前走，对吧？乔帮主那个时候是真的不愿意泄密，但是你说 M4 MacBook Pro 除了有个 M4之外，其他的其实也就是小打小闹，对吧？你再不提前泄点密出来，这个热度就不够了，所以可能也是无奈之举吧。叠加其他活动，甚至能到10%左右啊，这个是刚才讲的汇丰卡是吧？其实我是不太喜欢用这个信用卡的啊。坐 Uber 去芝加哥中途机场，司机是个亚裔，就和我抱怨说芝加哥南区的黑人多，很危险。他有一次送一个乘客，刚到目的地，后排乘客就就掏枪出来这个抢他啊，把他手机抢走了。这个好吧，我在美国反正没遇到过，但是我最后一次去美国应该是2017年吧，还是好像2017年最后一次去，再往后没去过了。
我们在讨论劳资纠纷时，常常忘记了，其实我们有一个共同承认的裁判员和一套早就确定的法律规则。是的，这个关键还是看执法情况。主啊，请赐予我安宁啊，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请赐予我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也请赐予我智慧啊，明白两者的区别。是的，这是犹太人在集中营里的这个祷告词。想起一个香港电影，一个父亲被杀前的祷告啊，这个我不记得了。纳粹有很多故事可说，为了让士兵不因杀人而心理扭曲，从而发明了毒气室，骗洗澡其实是毒气室。希特勒命令让犹太人消失，结果变成了大屠杀。极端高效、高度现代化的官僚体系等等，现在欧洲的共识决跟当年纳粹官僚有很大关系，怕重蹈覆辙，好吧？现在在抖音上有一个新的网红啊，但是呢，他自己可能知道是谁呢？就是好像是叫莫德尔，是德国选择党的一个女议员啊，这个长得呢，其实有点像那个，就是《边缘危机》里头那个女主角啊，然后反正说话铿锵有力，估计德语也本身就比较铿锵有力，然后也比较敢说，对吧？讲说这个，二战的时候呢，犹太人让一个面包卖到50万马克，对吧？讲这样的东西，然后讲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啊，为什么德国的人看病这么难，这么费劲，是因为有大量的难民过来，啊，把这个不做贡献的情况下，把这个医疗资源都挤占掉了。啊，然后呢，也有很多人喜欢这种，论调吧。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国内现在其实偏纳粹或者偏民族主义的这些风潮是很强的啊。现在突然有一个人，啊，德国人还可以跑到议会上公开的去，铿锵有力的去说这件事情，对吧？那么这个国内的人肯定是会很乐于去传播的。啊，然后这个女议员应该还会讲汉语啊，她是在中国生活了挺长时间的，原来好像是中国银行的员工，对，然后这个，所以国人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好厉害啊，这个太懂我们了，特别是现在其实国内有一些这种反犹的声音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人给他们代言的话，他们说，你看啊，有人家都说了，就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很神奇。然后这个。议员呢，他也听到了说，哎，最近他在抖音上异常火爆啊，他的这个各种的视频、各种的东西都啊，这个广泛传播，因为他自己会讲中文啊，这个他也觉得莫名惊诧，说啊，说我讲的这些事儿，你们中国人也爱听吗？啊，也很神奇这个故事。林雪演的好啊，哦，我知道那个林雪也是一个胖胖的人。我不觉得啊，我觉得羽毛球就很好啊，网球也有网球的好，只是能帮助你出一身汗，能分泌多巴胺，都会感觉很快乐。对，我原来打羽毛球打了一段时间，也是觉得很开心的。这个问题 AI 之后钱从哪儿来？大家都当主播互相打赏吗？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到未来呢，这些钱肯定会多出来。啊，这些钱其实最终是广告费，啊，或者最终还是要变成购买。你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讲的这个案例，对吧？这个男的送外卖，女的开直播啊，外卖累了看直播，直播累了点外卖。但是你到底点的是谁家的外卖？啊，点的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点一个麦当劳、肯德基，还是点了一个这个小吊梨汤啊，或者是这个叫什么其他的一些这种啊，比如说海底捞或者点这种外卖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这个选择就值钱了，对吧？我们要你去选择我们啊，那么我必须要给出广告费，那么这些广告费实际上就让他们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平衡啊，它是这样来去运作的。
人都有各自的立场，在多党派国家，在野党通常都是大力抨击执政党，而执政党通过批评他国来转移矛盾。在中国，就一党执政，转移矛盾的唯一出口就只剩下批评他国了啊！大多数人自然是跟从，这本质全世界都一样啊！这个和是不是外卖员、做什么工作没有关系。我觉得做外卖员也可以批评这个不同的人啊，这个有交易活动就有钱，钱是一般等价物，有价的商品啊就用钱代替，跟生产什么谁生产关系不大。对，其实像我一直在强调，流量就是钱，流量怎么是钱？就是当流量转换成购买、转换成交易的时候，那么这个交易选择权就是钱。M4 Mac Pro 泄密了，什么情况？正准备入手，耐心再耐心。网球更难，对身体素质要求更高，好吧？网球户外运动就是开心，还有国际等级评级，不会和小白水平不相当的人打，还有互相尊重的网球文化，击球的力量大，更加释放羽毛球厉害的去打，打成无氧运动了啊？是吗？网球水平不是一等一的，都可以有氧多一些。这个回头可以去试。算了，我这个身体状态还是不折腾了啊。一战后德国通货膨胀啊，但他们从来没有骂过卖面包的德国人，这个就不知道了。现在苹果、三星日子没有以前好过了。三星最近亚太地区大裁员，苹果 iPhone 16出货量好像也不好。戴尔疫情期间因为芯片断货，亚太地区销量冲了一把，但这2年又掉下去了啊！是不是以后这些做硬件的公司会慢慢下沉？这个做平台的会成为下一波领头羊？其实现在谷歌是做平台的 ，Facebook 做平台的，这个 Amazon 做平台的，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帮做平台的起来了啊！但是苹果算是比较奇葩的一个啊。至于未来的话，我觉得硬件的成本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吧。好啊，看看还有什么新的问题。如果没有什么新问题的话，我们就准备到这里了。还有一个问题啊，AI 还只是过渡，真到通用机器人的出现，会让很多产品的本钱趋近于零啊，到时候国家只需要免费发放基本需求就好了，增值的物品和服务都需要用分数和货币来获得啊。这个现在呢，有人去设想这个事情，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脱离商品经济的这种方式啊，这个可能还比较难。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对，这个是周二读屏，因为明天要溜出去，所以明天没有读屏啊。你如果刚进来的话，待会儿就看回放吧。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周五的话，直播可能会变成闲聊啊，这个要提前跟大家打招呼。咱们早点休息，再见。结束。